啊，所以平常要去就是要去认识这个事。所以我们练拳，从平衡你不会动啊，平衡是一个桩啊。那我一失衡，啪，那个事就出来了，我就要动。所以是事让我动，不是我要去动，不是我自己要动。我自己动的时候还是没有事，因为我还是从平衡到平衡，是吧？平衡到平衡，它没事，因为我在过程当中，我现在是平衡嘛，我伸出脚来，我还是在平衡嘛，我还是在平衡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这移过来，我还是在平衡啊，我移过来，我又平衡啦。所以平衡到平衡，它没有事啊。你是要借你自体的力量去完成这个重心的移动。可是我在这边，我如果是重心先动呢，我的形态，我的结构失去平衡了，我的结构失去平衡了。你看我这个移动是因为不平衡产生是事的移动，这样有没有懂？是事的移动，不是我自己肢体的移动。掌握这个东西，是武术里面真正比较深入的，就是前期一定是做平衡的，前期你做所有的动作一定是平衡的。可是你如果停留在平衡，你练的这个东西它没有用的。练气功可以，你练气功可以，练武术是不行的。听不懂？啊，因为武是要对外，武是要对外，气功是对你自己。所以这个就是文跟武的差别，文跟武的差别。习武的人他要了解这个事，这除了你自己本身之外，因为你有一个对象，你有一个对象的事，你要怎么能够掌握你们两方面的？所以我说礼乐射御啊，礼是什么？礼是一个自己的规范嘛，啊，行为的规范嘛。乐是什么？乐是精神的规范嘛。射开始射，你要去用自己的规范去掌握一个弓跟箭，那个东西死的嘛。御到驾马车就不一样咯，因为马有马的动态嘛，马有马的跑的习惯嘛。一匹马、两匹马、四匹马，你驾4匹马，你就要去控制这4匹马的动态，它们产生的事，你要去学会掌握。所以礼乐射御，这都是属于武的，到书，你这些掌握了，你的身心，你对事的掌握有了以后，你才开始什么？开始学怎么写字，怎么计算。这种生活里面的这个应用，所以文人学的东西，只有他自己掌握的平衡。你写书法，这个字写出来是平衡的还是有事？那个事是你什么？你掌握的这个字线条跟笔的运用的这个东西。可是纸不会动，笔自己也不会动。晓得吗？你还是只是在掌握你自己，所以文人对事的掌握是不够的他们对事的理解是只有他自己的，所以文人他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他只是抒发他自己。你写文章、画画、音乐什么，他是抒发他自己的感受嘛。武人不是，
五人掌握的是他自己之外，跟我怎么跟外界的所有的动态的事配合啊。所以说文人造反3年不成嘛，因为他不可能做那个事情嘛，因为你带领一批人，你要去跟别人打，你要造反，它是一个动态，完全是一个很多不可知的动态，一直在变的。可是文人的训练呢，只有掌握他自己，晓得吗？为什么以前的贵族他是先习武再学文呢？欧洲的贵族也是一样，欧洲的贵族在青少年的时期，也是学骑马啊、射标枪啊，也是先练武的，晓得吗？为什么？身心嘛，你的身心先掌握，跟你要掌握到这些动态性的东西，你要怎么去变化，怎么去适应，这是所有的学问，好吗？所以一般的做生意好了，一般的人做生意，他开一个店，他只想到他嘛，是不是？他照他自己的喜好来装潢一个咖啡厅，或者照他的喜好来布置嘛。他自己的店可以，个人风格可以，可是一个企业家他不行。一个企业家不是照他自己的喜好、个人风格来经营这个企业的。一个企业家他考虑到什么？动态性的，是不是？他的对手、他的客户、时代的走向、局势的变化，这些东西他都要掌握，然后他要因应来变化。这就进入到什么？这就是武了，所以企业家他必须具备什么？具备武的思维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，晓得吗？像 Nokia， 大家举例 Nokia 那样子，为什么他倒？因为他在他自己的思维里面，晓得吗？苹果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因为他们那种精英啊，都在他自己的思维内，所以跟外界的事的变化的互动认知，他比较慢，听不懂？所以这是习武。为什么领导人他要习武？以前的领导人为什么要习武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掌握这个事是宇宙之间，宇宙全都在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宇宙在动嘛，地球在动嘛，人一直在动嘛，经济在动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有都是在动才是活的，一不动它就死掉了。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在动，保持到这个相互的活力。它既然在动，就有一个事，它就有事。所以古人他是从习武里面掌握到这个事，什么是事？事是怎么动的？我自己的事跟外界的事怎么样互动？怎么样因为事而变化？掌握这个才可以成为一个什么？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人，好吗？你们去看那个三国里面的那些人，春秋那些人，都是很厉害的。为什么他又可以文又可以武，又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？他掌握的是什么？掌握的就是这个事。天下大事也是事。诸葛亮做那个木牛流马，他也是那也是一个事，他掌握到那个事。开山过河、做桥、造桥过河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事。所以中国人疏通洪水来了，要去治水，是什么？也是对事的掌握啊。
晓得吗？所以习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你就是认知到了熟于世界的整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势的动态，怎么产生的，怎么流动的，怎么变化的，怎么消亡的。他们就是掌握到这个嘛，听不懂？能够分析得出来嘛？啊，晓得吗？我们怎么理解它？你就从自己练呐、平衡没有事，怎么样有事？事是怎么产生的？从我们自己的练习当中去掌握这个最基本的事，晓得吗？这才是中国武术，中国文武嘛。文武是两科，它不是纯粹打斗的东西。以前人文武兼修，为什么兼修？它是这个人要具备的能力，具备应试的能力。谁要具备这个能力？贵族嘛，以前统治阶级嘛，晓得吗？贵族有一个城邦了，他必须具备文武的能力，他才可以管理跟防御、保护他这个城邦嘛。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文武这两个，你必须合，好吗？可是科举以后或者汉以后，文武分开了，文武分开了，变成武就是练打仗，文你就是去读四书五经，这个时候就断了，晓得吗？可是早期秦汉以前，贵族受的教育，或者那些隐士他教出来的人受的教育，都是通文武的。你们看那个苏秦、张仪呀，苏秦、张仪这些人嘛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习武最重要的，那这些东西，我们的祖先放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学？就放在武术里面啊。所以你们在练的东西不是单纯的一种打斗技巧，不是的。所以谁打赢算有理，这不对的，好了吗？要掌握这个啊，知道吗？他们小孩子的小时候教育就要掌握这个，所以以前的人17、18岁就可以扛很大的责任了，就可以做很大的事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从3岁、5岁开始就这样子培养啊，哪有什么快乐童年？从小就要培养成才的，要成才的，不是快乐童年就变成一个废物。听不懂？这是不一样的啊。好了，有问题吗？